总监已经13岁，然后人生中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带他看一次雪。我本来就是今天要出国了，可是我现在还坐在这里，为什么？跟大家说，带狗出国，你到底需要准备多少的文件跟多少的东西？一个环节错了，你这只小狗狗它就看不了雪，出不了国了。那我这一次呢，就是决定要分享，如果你要把狗狗从台湾带去韩国，你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会把它分成下面的7步骤，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动植物防疫检疫书，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关键字记起来。你这个输入公文生效了之后啊，你一定要把这个文件印出来，因为这个文件没有印出来的话，你的狗到时候从韩国入境台湾的时候就会入境不了。那它上面都没有写，只会很笼统的跟你说需要宠物的健康证明，但它不会告诉你这健康证明书是什么，更不会告诉你是几天前要拿到。直接排队的意思就是代表所有跟你一样急的人都会出现在那个空间，所以如果你选择要这么做的话，你要保持着平静的心跟耐心。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第5阶段，这段旅程之中最困难的地方，它要减负的文件非常的多，你一个不小心你就会少带一份文件，然后你少带一份文件，当天就拿不到那个证书，你需要再重新办理一次。因为我自己没做好的地方呢，我就想要帮大家分忧解难，我希望呢大家去办理这个输出的时候都不会遇到刁难跟困难，所以呢我把所有需要减负的文件，接下来我就一一告诉你们这个 checklist。润年设计 Living to Sing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就开启订阅，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咯。嗨，大家好，我是蕾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我们总监已经13岁，然后人生中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带他看一次雪。其实已经带他看过了，因为之前阳明山下雪的时候我已经带他去过。可是我就真的是想要带他去那种很宽广，然后整个满满是皑皑白雪的雪地跑一遭这样子。所以呢，今年从年初开始，我们就已经订好12月要去过圣诞节的机票，要去日本的青森。我连奥路赖啊什么的，我都狠狠的已经给他订了个4天3夜。结果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12月25号。我本来就是今天要出国了，可是我现在还坐在这里，为什么？跟大家说，带狗出国，你到底需要准备多少的文件跟多少的东西？我这一集呢，因为我要讲日本，对不对？没有，我现在要跟你们讲韩国，手把手带大家。如果你有想要带狗狗出去的话，一开始第一次，我会非常建议你们不要挑战高难度的日本，我们就当个初心者，我们就挑战最简单的韩国，这样就 OK 了。在各个国家里面啊，狗狗输入跟输出的办法其实是不尽相同的。像台湾政府，我们农业部也有自己的犬猫输入办法，那韩国、日本他们也各自有各自的输入办法，但是日本的输出办法跟输入办法都是特别的麻烦的，应该是说你需要花很大的心力，跟你要把时程抓得很好，不然一个环节错了，你这只小狗狗它就看不了雪，出不了国了。但是呢，相对韩国是比较宽松的，因为我们台湾是非疫区嘛，把我们狗狗输出到韩国是相对简单，基本上只要你有给它打狂犬病的疫苗，血清证明书有准备好，去农业部的犬猫输出那边办好输出的话，你的狗就可以顺利的出国了。其实现在已经有蛮多人都带犬猫出国了，可是网络上的资讯啊很多种，那有的人可能带去日本，有带去韩国，变成说你要从很多的资讯里面去找到对的东西来用。那我这一次呢，就是决定要分享，只要你按照我做过的这些事情做过的话，我就保证你一定可以把你的狗带出国。接下来呢，我就会照 timeline， 就是一个时间轴来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把狗狗从台湾带去韩国，你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会把它分成下面的7步骤，7步骤你如果都有确实做到的话，你就可以顺利的让狗狗在韩国出境。那这个部分就先到这里为止。那带回国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等一下分开来说。首先呢，第一步骤呢，就是你要办出国前的检疫。我要先跟大家分享啊，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动植物防疫检疫书，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关键字记起来。如果你想要知道该国家宠物输入跟输出的最完整的规章的话，你就是要去我刚刚说的这个什么，大家附送一次动植物防疫检疫书。那你要查任何相关输入输出办法，都是上这个地方查。那首先，如果你要带你的犬猫去韩国的话，你检疫要在90天到2年之前做，which 应该是3个月到24个月之间做。虽然说是3个月前开始做，但是我觉得你保险一点的话，你就是可以4个月或者5个月。你只要想要带狗去任何国家，你会需要得到的一个东西叫做狂犬病的血清的证明文件。那这个血清文件呢，它有效的期限是2年，所以其实你早点开始做这件事情的话，是对你来说会比较有保险。那血清证明书你要怎么拿到这个东西呢？就是呢，你需要呢先安排你狗狗打狂犬病疫苗的时间，分别呢你可能会需要打2剂，2剂的时间呢间隔可能是1个月到2个月之间不等。打完第2剂之后呢，你就是要确保它抽出来的血清浓度，它里面狂犬病的那个疫苗值有达到0.5以上。那这件事情你要怎么确认呢？你就是请你的兽医在抽血清的时候，先在兽医院帮你确认好，然后再把这个血清送检到淡水。因为现在台湾已经有自己的血清检疫所，它在淡水。那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你可以轻送，你也可以请你的兽医帮你送。那有可能他只是会跟你收取一些费用。过了之后呢，对方就会核发一个血清的证明。这时候你的第一个部分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检疫的部分呢，其实你会需要拿到2份文件，一份呢就是血清证明书。这个血清证明书呢，就是我说你要送样到淡水，然后请淡水那边核发给你。那它上面呢会有像这样子的 logo 跟官印，你一定要确认是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下面还有写你打针的时间，
件跟你打的疫苗是什么种类。那第二个东西呢，就是你要拿到它的狂犬病疫苗接种的证书。那这个东西呢，你跟兽医拿就可以了。正本你可以留在自己身上，那你可以多帮它就是复印一些。后面呢，就是变成你要跑很多 paperwork 的时候，你都会需要用到这些影印本。那这就是第一个阶段宠物检疫的部分。那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毕竟韩国是狂犬病的疫区之外，当地国家还会有一些当地他们那边宠物或者是动物的疾病，不只是要把这些相对机关说要准备的疫苗打齐，你也要把它例行的疫苗打齐，才可以把它带出国。第二个阶段就比较轻松，就是买机票。那现在你要去韩国旅游都比较简单，你可以直接买大韩航空或者是韩亚航空的，因为他们的飞机都是可以携带宠物一起旅行。如果你的宠物是小型犬，不是像总监那么大的话，连宠物加上那个笼子只有7公斤以下的话，它甚至是可以登机。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还是要先打电话跟他确认，这个机型是 O 不 OK， 那他有没有可以携带宠物，跟他携带宠物的相关方法。那你打完这通电话确认完之后，你就可以很顺利的订机票。因为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那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为什么我不能带饭团去日本呢？除了呢我某一个要申请的文件没有办妥之外，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刚好听到嘛，我是想要带我们总监去青森看雪，可是呢，离青森最近的机场是仙台机场，它是小机场。我们是有确认，就是我们要做的那个机型，它是可以携带宠物的。可是仙台机场是不可以让宠物落地的，因为仙台机场没有检疫所，所以它只能去成田机场。那which就是我不能去青森，因为那个机场就是不能落地。可是事前我没有把这个事情确认好。如果你只是想要带它出国的话，你可以先带它去一些大城市，像是首尔啊，或者是东京啊，或者是大阪这些有大机场的地方。那如果你已经对于带宠物出国这件事驾轻就熟的话，那你可以再去破关别的东西。那首先最简单的，我觉得就是往韩国去吧，因为韩国真的是最容易的部分。第3个步骤呢，也就是来到了20天前，但是我确切的跟大家说，我会觉得22天到25天是最标准的作业时间。你需要办理从韩国输入台湾的文件，因为呢，台湾现在是非疫区嘛，然后跟法规的关系，所以就变成说，现在有新的办法是，你的宠物如果要从国外输入到台湾，那你有一些证明文件，如果有办好的话，你是可以不用关在检疫所，然后直接落地，直接跟你回家。可是你要怎么达到这件事情呢？就是你要在20天前提出线上的申请文件，那你就是要去这个就叫做全猫资讯网的地方，那把文件填妥。我一定要提醒你们哦，因为呢，这是官方机关嘛，大概侧面了解一下，他们作业的方法都不是电子式的，而是用人力审核的，所以它审核的时间可能需要48小时，which就是2天。所以如果你是在刚好20天的时候申请，它可能会2天之后才审核给你。那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你狗狗会没有办法在你回国的那天跟你一起回国。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是22天到25天的时候就把这个文件送出。那可是呢，因为在填写这个资讯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下面有一个栏位是叫做输出宠物文件。这个东西啊，你在这个时候是完全拿不到的。但是呢，即便你没有拿到这个文件，你的这个线上表单你还是要先送出，因为它会计算你20天的时间是从你送出这个表单，它确认了有这个表单之后开始。所以就变成说，大致上我觉得就是22天到25天，你上网线上填写这个表单，把你可以填写都填写出去之后，你就会收到它一个 confirm 的 email 给你。从这一天开始，它才开始算这个20天哦。那你要从这个文件开始的20天之内，你的狗狗才可以从国外回来。可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办好输出证明，所以呢，它就会回复你一个信件，跟你说你要补件这个输出证明，而且它会告诉你精确的你要在几号之前补件。那你就务必要在这之前办到你的输出证明，并且补件，你的这个输入公文才会生效。那你这个输入公文生效了之后啊，你必须要自己把它下载印出来，带在身上带出国，或者是你可能人在国外的时候要找到有电脑或印表机的地方，一定要把这个文件印出来，因为这个文件没有印出来的话，你的狗到时候从韩国入境台湾的时候就会入境不了。那这个就是从韩国要输入台湾的部分，这是第3步骤。第4步骤呢，我们就来到了出国的7天前，你们一定要记起来哦，这是满满干货。因为呢，在韩国的相对应的输入输出的网站上，跟我们自己的输入输出的网站上，它上面都没有写，只会很笼统的跟你说需要宠物的健康证明，但它不会告诉你这健康证明书是什么，更不会告诉你是几天前要拿到。因为呢，其实每一个国家它需要拿到健康证明书的时间不一样。那我打去局处问之后呢，如果是以韩国来说的话是7天，那日本是10天内。那健康证明书这东西你要怎么取得呢？你也不是随便找一家宠物医院给你一个诊断证明书这样子而已。台湾的输出办法上面呢是有一个制式的表格，你可以去农业部下载。那这个连接我们会附在这里。你必须要下载一个证明书，它是叫做输出犬猫免疫注射证明书。你要下载这个文件，然后要照这个文件的制式内容去填写，这才是你这只狗的健康证明书。因为呢，不管是韩国或者是台湾的网站上面呢，都没有写说我们会需要寄生虫的驱虫证明。所以呢，当时在准备文件的时候，我有看到有人说，你去某些相关局处的时候，他会在体内外的寄生虫这块刁难你。然后的确，我这次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体内外寄生虫，你们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笼统、很抽象？就是我体内外寄生虫，我就需要打什么疫苗吗？还是我需要做什么高端螺旋体的一些检测吗？其实没有，它的寄生虫其实只要你有定时的让你的狗吃，像全能狗或全能狗 S 或者是一定除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它其实就算是有做到体内外驱虫。那只是你要可以提出相关证明。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你提交这份文件的时候，直接请你的医生以英文的形式帮你备注。那你可以看这里，这就是我医生帮我备注的，它里面就是会注明它是没有 parasite 这样子。我遇到的事情是我到了局处之后，局处的人还问我说，你有调查清楚韩国相关的法规吗？我就说我是稍微有研究一下，然后他就说，那韩国那边需不需要
体内外寄生虫啊？我就说我查了是没有，然后他跟我讲说你要确定哦，你要确定没有，我就说哦，即便有的话我也已经备注在这了。那所以你假如想要顺利一点，不想被刁难的话，你请你的兽医师帮你多写这一项，你就会轻松很多。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第5阶段，是从台湾要办输出证明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要画5个星号，你们一定要重点起来，因为呢，这是全部的这段旅程之中最困难的地方。它要减负的文件非常的多，你一个不小心，你就会少带一份文件，然后你少带一份文件，当天就拿不到那个证书，你需要再重新办理一次。跟这也是来到这整个时间轴里面最 tricky、最复杂的地方，就是我先跟你们分享我这次的状态。8天前的时候，我有先联络我的医生，然后跟他讲说我需要拿健康证明书，医生就安排了我7天，第7天我可以去医院拿着健康证明书，然后跟做最后一次的体检。那因为呢，我刚刚有提到嘛，这个健康证明书它是有一个制式表格的，通常兽医师他们都会知道，这里面的内容其实不外乎是他打了什么疫苗啊，他今天的号码，这些东西是可以事先填好的。我的兽医的做法是在8天前的时候就先把这个表单里面基本的资讯内容填好，然后回来给我看，让我确认这 O 不 OK。OK 之后呢，我就是隔天的早上，也就是要出国的7天前，我带他去做各项指标的检测，确认没问题之后，他就会在上面帮他盖章，那你就拿到了这个健康证明书。因为这几天时间很赶，所以我没有办法预约到台北这边的检疫所，我只好跑去长荣的仓储。其实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相对应的局处，只是这些局处你要去做的时候，你需要打电话事前预约。那有时候他们真的 schedule 排得很满，会排到1个礼拜之后。那如果你真的遇到这种状况，可是你要带狗狗出国又迫在眉梢的话，你就可以像我这次的做法，全部的局处里面，唯一只有在长荣仓储你是不用事前预约，你可以直接过去排队。可是呢，直接排队有什么坏处？我一定要提醒大家，直接排队的意思就是代表所有跟你一样急的人都会出现在那个空间，因为大家一定都是没有预约到其他的动植物防疫所，所以他才会带来长荣仓储。可是长荣仓储它并不只服务我们这些带宠物的人，它是服务动植物。所以就例如说，可能 Costco 或者是谁，他那天有大量的植物要入海关的话，或者大量的樱桃它要入海关的话，它也会卡在那边跟你一起排队。所以呢，我必须得说，就是在那种状况下的话，大家心情都会很不好，因为一方面是在排队的人也很急，可是局处的人真的也很忙。所以如果你选择要这么做的话，你要保持着平静的心跟耐心，因为呢，其实局处的人他们也很辛苦。接下来呢，我就是非常推荐，就大家的时间轴在4跟5之间可以这样抓，你就可以在7天前的时候早上哦，预约早上的时候带他回去检测。那这样检测你马上盖章拿到那张纸之后，你就可以预约当天下午的时间去局处。那这样子你就不用分2天跑这件事情。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找离你最近的局处就好了，因为我是在内湖嘛。那我跑到长荣仓储呢，当时就发生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例如说我是没有带宠物的登记证的，然后宠物的登记人是我妈妈，她需要身份证件这种，那有可能你就会需要补一些文件，可是你要再跑回内湖，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幸好局处的人他们都很好，他们都当下帮我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我非常感谢桃园农业部动植物检疫所的各位承办们，就是他们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让我顺利在那天拿到这个证件。那所以呢，因为我自己没做好的地方呢，我就想要帮大家分忧解难。我希望呢，大家去办理这个输出的时候都不会遇到刁难跟困难。所以呢，我把所有需要减负的文件，接下来我就一一告诉你们。这个 checklist 你只要勾满的话，你去那边你一定可以顺利拿到你的这个文件。我们第一个东西呢，就是要拿到狗狗的血清报告 ，which 就是你3个月前到24个月的时候做的狂犬病的血清测试。那第2个部分呢，你就是要带到狂犬病的疫苗的接种证书。可是呢，接种证书你不可以带小本本去哦，就是要是像这样子格式的东西，这张纸带去才会有用。第3个部分呢，你就是需要带你的狗，因为呢，到了现场之后啊，他审核了所有文件之后，会需要确认你狗的状态，找它的晶片，确认晶片跟这只狗是同一只狗，然后跟它还需要确认它的性别。接下来第4个东西就是你早上做的健康证明书，然后包括它里面会有狂犬病的接种的记录，然后跟你的兽医帮你标示的无寄生虫的证明。第5个东西是宠物登记证。我要跟大家讲哦，我就是在这个上面翻了大跟头，吃了大亏，就是我一直以为宠物登记证就是狗狗身体里面的那块晶片，结果宠物登记证并不是那个晶片。宠物登记证里面内容可能跟晶片一样，可是宠物登记证是要额外去办理的一张证书。那所以呢，这张证书呢是你需要狗狗有晶片，然后你需要带它去相关局处，然后办理之后你才会得到这张纸。这个东西的话，说坦白的，动植物防疫所他们官方说要减负的文件里面，其实它是没有写这一项的。可是我到了现场之后，它是需要减负这一项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不是想要刁难我们哦。接下来讲到我又在这件事情上吃了第2个闷亏，就是因为我们总监呢，他以前是养在我娘家的狗，这代表什么意思？如果你养了一只狗，家里有妈妈的话，通常这只狗会是谁的？就是我妈的狗。总监的晶片呢，是由我母亲大人带它去植入的。那可是呢，你们也知道，就是以前父母在养狗，他哪 care 你狗的生日，就是以它植入的那个日期当了它的生日。那我想要跟大家说，这件事情没有对错，因为你宠物晶片上面的日期本来就可以是登记日期，也可以是生日，因为毕竟现在也有人会领养流浪犬或什么，你是没办法确切知道它生日的嘛。那它会以登记日期为主。重点是在什么呢？重点是在于你所有前面的那些血清证明文件啊，也都会有宠物的生日。这个生日啊，是需要跟晶片
上面这个日期一模一样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2个文件可以相对应的上，那海关他才看得懂嘛。当下就发生了这个生日不一样的事情嘛。如果你跟我遇到的一样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最快速的做法就是你请检疫官帮你看他是在哪一个宠物医院植入晶片的，然后你直接打去那个宠物医院，然后请他帮你线上修改他的生日，这是大概5分钟之内可以完成的事。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现场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也解决掉这个问题。重点就是让大家知道，你的任何的所检附的相关文件一定要跟你晶片上面的日期是一致的，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缴交任何的东西。那这就是大重点。第6项就是呢，如果宠物的晶片的主人不是你的话，你就会需要带一份委任书。即便这10几年来都是我在养它，可是检疫官他们不会知道这种废事情啊，他只会看这晶片上的主人是什么。所以看在检疫官的眼中，就是你这个坏人要把人家的狗偷出国，是不是？因为这晶片主人根本不是你啊。那委任书这一个重点，委任书我是准备了，但是呢，我缺的是什么？就是你还需要有双方的身份复印件。幸好我有把我妈的身份证件存在我的手机里面，所以当场呢，检疫官他们是直接帮我印出来。可是呢，如果你有要委任书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身份证件跟对方的身份证件一起附上去，这份委任书才会生效。那以上呢这些东西呢，就是属于狗狗一定要带去做的文件。那接下来的2项呢，就是你也需要在做这次输出文件的时候要带齐，就是你自己个人的电子机票，然后跟你个人的护照，因为这些检疫官也会需要看。所以呢，只要把以上的这8项东西全部都带齐的话，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拿到你的输出证明。你以为拿到输出证明就结束了吗？对，你拿到输出证明的话，代表你现在已经可以合法的带这只狗狗出去了。可是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3步骤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还需要到时候从韩国把它带回来嘛，需要输入。那时候呢，是不是有一个文件你还没有填付给相关的当局？这就是这份文件。这份输出文件呢，你要把它填到步骤3的这个网站上面。那你把它寄出，就是等于说补件了之后，你才算是把你输入完成。而且呢，我一定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你补件完之后，隔天一定要再打电话去相关局处确认他有没有把公文发出，因为这份输入文件的公文是非常重要，这取决于你之后有没有办法把它从韩国带回台湾直接入境。那如果你身上没有这份印出来的公文啊，到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入境的哦。所以这个你一定要记得回填，回填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来到第6步骤，就是我们准备要快乐的出国了。那出国呢，你需要准备什么登机呢？就是所有的狗狗你都会需要准备它的航空箱，或者是就是可以装纳它的容器。那航空箱的话，它到时候机票的称价方法的话，就是会计重，那它是会连航空箱这个东西一起计算，所以你就看你的狗几公斤，那到时候就是要付多少钱。去韩国是短程飞机啦，所以你有没有水，有没有吃的，我觉得倒是还好，但是就是尽量都要帮它铺尿布垫，因为也有可能它在飞机上面太紧张的话，它会尿尿，这是基础应该要准备的东西。那你有准备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可以顺利上机喽。我们就可以来到了步骤7，入境韩国。入境韩国啊，你是有带狗的话，你千万不要忘记它还在那个货舱等着你接它，你一定要记得去接它。而且你不要傻傻的就直接出境了。如果你在出境前没有去动植物的那个防疫所把相关的表单跟文件填完，你是接不到你的狗的哦。所以你千万在出境之前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去动植物的那个道，因为他们会有几个道嘛。那有一个道是你如果有携带动植物的话，你必须要去填写文件，那就要在这个地方把它填写完。那它文件的长相呢，会是像这样子。那中文标注我也帮你们标注在上面。把这个东西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顺利的出境韩国喽。就恭喜你，开始探雪了。为了减轻大家负担，不想让大家像我这样辛苦，所以呢，所有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局处的资讯啊，或者是表单啊，我都会提供在资讯栏。额外还有在帮大家整理了一个 to do list， 就是按照我这个 timeline 的一个 checklist， 是我是怎么做的，然后你只要按照我这个步骤，你应该就可以顺利出国。如果想要得到这个 to do list 的话，你可以在下面就是留言留下你的 email，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表格寄给你。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狗狗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谢谢大家。谢谢。我跟总监的跨年夜在首尔。